咱媽？我媽，你亲姨呀，你忘了你小时候她多疼你啊。天天多吃点，长身体。欣欣吃这个香，有嚼头。妹妹，刘鑫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房子到底卖不卖？救命钱啊！姐，我记得你去年刚换了辆奔驰吧？白色的，真漂亮。市中心那套公寓，我听说最近又涨了，300多万，不止了吧？王秀兰是你亲媽，你有车有房，資產幾百萬，你不救，你讓我一個工薪階層賣掉唯一的房子去救。姐，你這算盤珠子都崩我臉上了，啪嗒啪嗒響。劉鑫，你什麼意思？你就是盼着我媽死？你這個白眼狼，冷血動物，我媽真是白疼你了。我就一個問題，你那輛奔馳，那套公寓是打算留着過年放煙花，還是等你媽走了當遺產再分一次？你賣車或者賣你那些愛馬仕的包先湊上，不夠的我們再想辦法。你要是既不賣車也不賣包，就想讓我賣房，那我告訴你，門都沒有。我每個月還要還房貸，房子賣了，我睡大馬路嗎？到時候你這個有奔馳有公寓的姐姐會收留我嗎？劉鑫，你給我等着！等着就等着，這麼多年不都這麼等過來的嗎？欣欣啊，你姨媽你都知道了吧？王婷剛給我打過電話。那你跟婷婷是不是吵架了？她剛才打電話給我不成樣子，說你不管你姨媽死活。媽，她讓你給我打電話的吧？你姨媽家現在亂成一團，你姨父一個老實人都急得掉眼淚。欣欣，你姨媽以前對咱們家不錯的，你小時候她還給你買過接濟裙。裙子是王婷穿小了，不要的，上面還有洗不掉的油漬。媽，她讓你跟我說什麼？她說讓你把房子賣了，她說這是救你姨媽唯一的辦法。那你覺得呢？欣欣，那畢竟是一條人命啊。你姨媽要是沒了，我這輩子都沒法心安，你以後也會被人戳脊梁骨的。媽，我只問你一個問題，如果今天躺在 ICU 的是你，或者是我爸，需要80萬，你覺得王婷會賣掉她的奔馳和公寓來救我們嗎？她不會，她連她親媽都不捨得賣車救，何況是你這個姨媽。媽，親情不是這麼算的，不是誰弱誰有理，誰窮誰就該奉獻。我憑什麼要為了一個從小就把我當二等民的姨媽毀掉我自己的生活？欣欣，你別這麼說。媽，我不是不救，我跟王婷說了，讓她先賣車，姨媽家肯定也有存款，姨父的退休金也不低，大家把能拿出來的錢都拿出來，擺在桌面上，如果湊夠了，那最好，如果不夠，差的部分我們可以再分擔。我卡裡有10萬準備裝修的存款，我可以拿出來，這是底線，但前提是王婷必須先動表態，而不是躲在後面逼我賣房。你覺得我這方案過分嗎？不過分。那你把我的話原封不動地轉告給王婷，告訴他想拿錢就拿出誠意來，別總想着算計我。我不是小時候那個肯雞炸還不敢哭的孩子。門鈴響了，我通過貓眼往外看，是王婷和姨父。我拿出另一部手機，打開錄音功能，放在口袋裡。我媽在醫院等着錢救命，你還躲在家裡？欣欣，你表姐她也是太着急了。這裡是我家，說話小聲點，我跟你沒那麼熟。有話就說，別動手。你什麼態度？我媽快死了，你居然還這麼冷血，你是不是人？我媽在醫院受苦，你心安嗎？婷婷，少說兩句。我的媽呀，你的命怎麼這麼苦啊？養了個白眼狼外甥女兒啊，她寧願守着這破房子，也不肯救你的命啊！姐，哭完了，要不要喝口水潤潤嗓子？一會兒接着哭。劉鑫，你別得意，今天你要是不答應賣房，我就死在這兒，哪兒也不去。好啊，我這有吃有喝，你想住多久都行。不過事先聲明，我家沒客房，晚上你跟姨父就睡這塊地毯吧。正好你剛才也躺過了，熟悉一下。你無恥！欣欣，我們不是來鬧的，你姨媽真的需要錢，醫院那邊催了好幾次了。我知道，姨父，我媽應該把我的方案跟你們說了吧？那你們的決定呢？婷婷的車是她婆家買的，她做不了主。那套公寓寫的是你和姨媽的名字吧？那是給你表姐攢的嫁妝。嫁妝？她孩子都快上小學了，你跟我說嫁妝？那房本上到底有沒有王秀蘭的名字？有。那不就結了？她有車有房，你們有存款，你們什麼都不動，就盯着我這套貸款還沒還完的小房子。姨父，你也是個讀過書的人，你告訴我，天底下有這個道理吗？我不管，反正我媽的命最重要，什麼車子房子都不能動。劉鑫，你今天必須給我個說法。這就是說法。你們擅闖民宅，對我騷擾、威脅、恐嚇，剛才的話都錄着了。我現在給你們2個選擇：第一，立刻從我家消失；第二，我報警。你居然錄音！3、2，你給我等着！劉鑫，你個賤人！誰再來我家鬧，下一次就不是發錄音了，是直接交到派出所。劉鑫，
群裡，你让我的臉往哪兒搁？所有人都打电话来骂我，说我养了个六亲不认的。妈，他们骂你就听着。那你有没有问他们王婷堵在我家门口撒泼的时候他们在哪儿？有谁替我说过话吗？他们不知道情况。现在知道了，录音里清清楚楚，是非对错，有耳朵有良心的人都能听出来。如果他们听完录音还是觉得我错了，那只能说明在他们眼里我们一家就是可以被随意牺牲的。你要这个脸干什么？一文不值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退了群，他们都找到我这儿来了。你爷爷奶奶也知道了，气得高血压都快犯了，怎么办？很简单，第一，你把我的手机号、微信号全都删了，告诉他们你联系不上我。第二，你把我的话原封不动的告诉他们，想让我出钱就按我的方案来，王婷不卖车，1分钱都没有。第三，谁再因为这件事给你打電話施壓，你就掛了，拉黑。媽，挺直腰骨做人沒那麼難。姐，我聽了錄音，王婷姐這次是做的太過分，你別往心裡去，我們家支持你。好。家族裡輩分最高的大爺公發話了，說要開家族大會審判你，讓你明天晚上必須去爺爺奶奶家，給王婷給所有長輩一個交代。真是有意思，一個2021年的現代社會，居然還有家族審判這種東西。那就來吧，我倒要看看他們想怎麼審判我。明天晚上爺爺奶奶家，我等着。第一份是王婷那輛白色奔馳車的詳細信息，官方指導價，二手車市場估值，黑紙白字清清楚楚。第二份是王婷那套公寓的近期成交季，那個數字比我想象的還要高。第三份是我連夜寫好的家庭醫療互助基金方案，誰是第一責任人，錢怎麼出，按什麼比例，羅列得非常清晰。第四份是我的銀行卡流水，上面清楚地顯示着我全部的家當，10萬塊存款。路上我媽又打了好幾個電話，我一個都沒接。我知道她想說什麼，無非是讓我服個軟，道個歉，把這件事接過去。可是憑什麼？做錯事的不是我，我為什麼要道歉？我媽還在醫院裡躺着，她就想着她的破房子，還錄音發到群裡，逼得我沒臉見人。她居然說我媽的命不值她一套房。我來了，聽說你們要審判我。劉鑫，你還知道來？你看看你做的好事兒，一個女孩子家心腸怎麼這麼歹毒，對自己親姨媽的死活不聞不問，還設計陷害你表姐，我們劉家的臉都被你丟盡了。快給你表姐道個歉，這件事就算過去了。道歉？我做錯了什麼？要道歉？你還不知錯？你把你表姐上門求你的錄音發到群裡，你沒錯；讓所有人都看我們家的笑話，你沒錯；長輩說話你還敢頂嘴，你沒錯。我沒錯，我今天來不是來道歉的，是來解決問題的。在討論誰對誰錯之前，我們先看點東西。這是王婷姐去年新買的奔馳 E 級轎車，市場價50萬左右，就算當二手車賣，也能賣40多萬。這是王婷姐市中心高級公寓的資料，房本上是她和姨媽2個人的名字，最新市場成交價總價840萬，就算她只佔一半，也值420萬。那都是我婆家的錢，跟你有什麼關係？房子是我老公買的，寫我媽名字只是為了什麼？為了方便以後當遺產再繼承一次嗎？我做了一個詳細的家庭醫療互助基金方案，誰的責任最大，誰就該出錢最多。王婷姐作為親生女兒，資產最多，賣車拿出40萬，加上姨父姨媽的存款，剩下的缺口大家再按能力分攤，這很合理吧？這是我的全部家當，10萬塊。只要王婷姐把她的車賣了，這10萬塊我一分不少，立刻拿出來。現在，我的方案，姐，現在輪到你了。你是賣車救你媽，還是繼續在這裡演戲？讓所有親戚都看看你是怎麼把你親媽的命看得比你那輛破車還輕的。你選一個吧。你胡說！那是我婆家的錢，是我老公辛苦掙來的，憑什麼要我賣？哦，你婆家的錢就可以心安理得寫上你媽的名字，我辛辛苦苦買的房就活該被你拿去填無底洞，這是什麼道理？你跟你媽是一家人，你老公是你媽半個兒子，我只是外甥女，親生女兒都不管，憑什麼讓我管？說的好像是這個理兒。你們自己家有幾百萬的資產，不先想着自己解決，跑來逼欣欣一個沒結婚的小姑娘賣房，你們的臉呢？覺得我們劉家人好欺負？爺爺，我不是那個意思，我媽她真的快不行了，我只是太着急了。着急就可以搶劫嗎？逼別人家破人亡？你媽的命是命，我的命就不是命。我賣了房子睡大馬路，你去醫院跟你媽說外甥女為了救你成了流浪漢，你猜她會不會安心？客廳一片狼藉，人聲嘈雜，混雜哭喊，荒唐又吵鬧。我默然收好文件，緩緩站直。爺爺奶奶，我先走了，公司還有事兒。群裡炸了，
昨晚我走後，爺爺下了最後通牒，讓王婷家自己想辦法解決钱的问題，如果解決不了，就别認劉家這門親。王婷和姨父灰溜溜地走了。不知道是誰把我打印的那幾份文件拍了照發到了群裡，這下所有人都看見了。群裡徹底分成了2派，舅舅們覺得王婷吃相太簪康，支持我；姑姑們覺得我不近人情，讓家族蒙羞。賣，急出，價格好商量。欣欣，你看，你表姐已經聽你的話去卖车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你能不能別再生氣了？這不關我的事。喂，是劉鑫嗎？我是你姨父。哦，欣欣，我求求你，你给你表姐打個電話吧。她把車開到二手車市場，人家給的價格太低了，她不肯賣。她現在一個人在江邊坐着，電話也不接，我怕她想不開呀。你勸勸她，讓她先把車賣了，救你姨媽的命要緊啊。姨父，她是3歲小孩嗎？還需要人哄着才肯救自己的親媽？她想不開是她的事，車賣不賣也是她的事。我的方案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，錢到位我才出錢，錢不到位，就算他跳江也跟我沒關係。我沒那麼大本事去管你們家的爛攤子。欣欣，王婷最後還是把車賣了，38萬，加上你姨父一輩子的積蓄22萬，一共60萬，離80萬的缺口還差20萬。你看，媽，我的方案寫得很清楚，剩下的20萬所有親戚分攤，誰也別想跑。你把我的原話發到群裡。是一個 Excel 表格，詳細羅列了各家分攤的金額，連爺爺奶奶都拿出了1萬，總數正好20萬。姐，搞定。我的存款從6位數變成了5位數，心裡有點空落落的，但這是我給自己買的斷親保險。我的10萬已經到位，從此以後，王秀蘭女士的任何事情都與我無關，祝她早日康復。你好，請問是劉鑫女士嗎？我是市第一人民醫院住院部收費處的。我是。病人王秀山今天下午情況突然惡化，需要立刻進行2次手術，並使用昂貴的進口靶向藥，後續的治療費用至少還需要50萬。他的女兒王婷呢？王婷女士說她賣了車，掏空了家底，剩下的錢應該由你來負責。因为她說，如果不是你非要逼她賣車，耽誤了最佳治療時間，你姨媽根本不會惡化，這筆錢必須出。我不是負責人，王秀蘭的唯一法定直系槍源是王婷和她丈夫。醫療費用請直接聯繫他們。王婷女士說她已經沒錢了，如果我這10萬你不出，她只能放棄治療。那是她的決定，不是我的。我作為外甥女，沒有義務替她做決定，更沒有義務為她的無恥行為買單。如果你們醫院認同誰鬧誰有理的邏輯，那我無話可說，請找該找的人。劉鑫，你到底想幹什麼？你是不是非要逼死我們全家？王婷說是你害了你姨媽，你非要讓她賣車，耽誤了整整2天，病情才惡化，現在需要再加50萬，這都是你害的。是醫生親口說的耽誤了2天所以惡化嗎？這50萬是懲罰性的賠償，必須由我來付嗎？我不知道，王婷說的會不會色？群裡所有人都說你是殺人兇手。殺人兇手？媽，你也是這麼認為的嗎？電話那頭只剩沉默，壓抑的哭聲即是答案，心驟然沉底，竟不信我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從現在開始不要再給我打電話，不管是你的事兒還是王婷的事兒，都不要再找我，你們就當我死了吧。我錯了嗎？我堅持底線，為什麼最後是我被指責，成了那個殺人兇手？欣欣，你可算開門了。你媽說你電話關機，快急死我了。你這孩子怎麼這麼犟啊？昨天晚上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，王婷跪在走廊裡哭，說她錯了，求你看在小時候你姨媽抱過你的份上，救她一命。欣欣，50萬是小數目，但那是人命啊！你就當可憐可憐你姨媽，也當給自己積點德，好不好？奶奶，如果今天是我躺在醫院裡，需要50萬，你會讓王婷賣掉她那套800多萬的房子來救我嗎？你不會，因為在她家，房子比我的命重要；而在我家，我的房子也比他媽的命重要，這很公平。欣欣，你怎麼能這麼說？那是你親姨媽。從王婷打電話給我逼我賣房的那一刻起，她就不再是我的姨媽了。
他只是一个想搶我東西的陌生人，我不會給一個陌生人50萬，1分都不會給。我知道這會傷了奶奶的心，但如果我不這麼說，他們就會像吸血鬼一樣永遠纏着我。你會後悔的。整整1個下午，我的心裡也跟着暗了下去。奶奶那句你會後悔的，像一句魔咒，在我腦子裡盤旋。我真的被徹底孤立了，連最疼我的奶奶都放棄我了。我開始懷疑自己，我是不是真的做錯了？是不是真的太冷血了？大部分是來自我媽和各種親戚的，我沒有點開看，我知道那裡面會是什麼內容。姐，你在哪兒？你還好嗎？你別聽他們胡說。我剛才托人問了醫院的熟人，姨媽的病情惡化，是因為她本身就有嚴重的心臟病歷史，手術風險就很高，跟那2天的時間沒有直接關係。是王婷在撒謊，她在故意賴你。原來是這樣，王婷，你好樣的！姐，你終於開機了。我沒事，你剛才說的話是真的嗎？千真萬確，我那個朋友就在心外科當護士，他說王秀蘭的主治醫生從一開始就跟家屬強調過好幾次，說病人的情況非常複雜，併發症的風險極高，手術就算成功，後續也可能會出現各種問題。醫生還建議他們轉去省城的醫院，那裡的條件更好。是王婷自己拒絕的，她說省城太遠，花銷更大，所以姨媽的惡化根本就是大概率事件，跟我們出的那80萬是不是晚了2天1毛錢關係都沒有。王婷她從頭到尾都知道，她就是在利用這件事逼你就範。我從來沒有像這一刻一樣恨一個人。姐，你打算怎麼辦？你可千萬別衝動啊！放心，我不會衝動，衝動解決不了問題，只會讓我自己陷入更被動的境地。我要證據，我需要拿到王婷撒謊的帖。堂弟，幫我個忙。你說，你那個在醫院的朋友，能不能幫我約一下王秀蘭的主治醫生？就說我是病人家屬，想諮詢一下病情，我需要親耳聽到醫生的話。這個可能有點難，醫生很忙，而且你不是直系親屬，他們按規定是不能透露病情的。我知道，你跟他說我可以付諮詢費，2倍、3倍都可以，我只要他跟我說10分鐘的實話，而且我需要錄音。姐，你這麼做風險太大了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沒有別的選擇了，我必須自救。好，我幫你問，但是姐，你一定要小心，王婷現在就像一條瘋狗，什麼事都做得出來。劉鑫，戰鬥還沒結束，你不能倒下，你絕對不能倒下。憤怒不能解決問題，證據可以。我開始在網上搜索一切關於王婷的信息，她的社交賬號，她老公公司的信息，她常去的消費場。她是一個虛榮心極強的人，每一張照片都像是在向全世界炫耀她的幸福生活。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細節，就在姨媽住院的前1個星期，她還在朋友圈曬了一塊新買的卡地亞手錶，配文是老公送的周年禮物，超喜歡。那塊錶我查了價格，12萬。她有錢買12萬的手錶，卻沒錢給她媽治病。我又查了她老公的公司，一家不大不小的貿易公司，但在企業信息查詢網站上，我發現了一條風險提示，公司有一筆300多萬的貸款即將到期，而公司的法人不是她老公，是她公公，這說明她婆家也不是鐵板。欣欣，你還好嗎？有事說事兒。你姨媽她真的不行了，醫生說今晚要是再湊不齊錢，就讓我們準備後事了。所以呢，你是想告訴我是我害了她？不是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但是你姨媽是無辜的呀，你就看在我這張老臉上再幫我們一次吧，我給你跪下都行。姨父，你先起來，你現在說的每一句話我都在錄音，你如果想讓你們陳家的男人當着所有親戚的面聽你下跪求我的錄音，那你就繼續跪着。欣欣，你到底要怎麼樣才肯放過我們？我不要怎麼樣，我只要一個公道，我只要一個公道。我問你，醫生到底有沒有說過是你老婆的病，因為我耽誤了2天才惡化的？你只要回答我有還是沒有。
沒有。很好。第二個問題，王婷是不是早就知道你老婆的手術風險極高，而且醫生建議轉院？你不說話，我就當你默認了。欣欣，你別逼我了，婷婷她也是沒辦法呀，她婆家逼得緊，她自己也欠了一屁股的債，她要是动了那套房子，她老公会跟她離婚的，她也是走投无路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她是想用他媽的命來填她自己的窟窿。那是他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我最後說一遍，50万我1分都不會出，你們自己想辦法。如果你還想讓你老婆活命，就別再給我打電話，去逼你的好女兒。姐，約好了，明天中午12點，醫院對面的咖啡館，醫生只給你15分鐘。我的手心裡全是汗，口袋裡的手機已經調到了錄音模式。這15分鐘是我翻盤的唯一機會。劉欣女士，張醫生您好，謝謝你願意見我。我只有15分鐘，我長話短說。這是我的一點心意，感謝您。不必了，我今天來不是為了錢，我只說我該說的，回答我能回答的，至於你怎麼用，那是你的事。張醫生，第一個問題，我姨媽的病情突然惡化，跟手術費晚了2天到賬有直接的、必然的因果關係嗎？沒有。王秀蘭病人的情況非常特殊，她有長達10年的嚴重冠心病史，這種情況下進行心臟搭橋手術本身就是九死一生，術後出現急性心衰或其他併發症是概率非常高的事情。這一點我在術前至少跟她的女兒王婷強調過3次以上，而且所有的談話我們都有錄音存檔。那你有沒有建議過他們轉院？有，我明確建議他們轉去省心血管病醫院，去省城至少能有50%成功率。但被王婷女士拒絕了，她說她沒錢也沒時間，折騰不起了。最後一個問題，現在追加的這50萬是用來做什麼的？追加的費用是因為病人出現了急性腎衰竭，需要立刻上 ECMO， 開機費就要10幾萬，50萬只是一個初步的保守估計。15分鐘到了，我言盡於此。張醫生，我能不能拿到您剛才說的您和王婷談話的錄音？按規定不可以，但是如果病人或直系家屬對治療過程提出異議，申請醫療認定，這些錄音會作為證據提交。到了那一步，你作為利益相關方就有權利聽到它了。口袋裡的手機還在發燙，那段不到15分鐘的錄音。回到家後，我直奔書房。王婷，你不是喜歡演戲，喜歡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嗎？那我就給你一個更大的舞台，讓你当着所有專家的面盡情表演。我倒要看看你的謊言還能撐多久。錄音的每一次都像子彈裝進槍膛。我把原文件發給律師朋友評估學歷，並申請醫療鑑定。做完這些，我像即將走上戰場的士兵，冷靜專注。我要反擊了，而且要誅心。我的3步腳計劃，第一步，策反姨父，他是謊言鏈條裡最薄弱的一環，有良知但懦弱。我剪出張醫生說病情惡化與時間無關，被王婷拒絕轉院的1分鐘關鍵音頻發給姨父。這是我跟張醫生的對話，醫院都有錄音存檔。現在給你個機會，1小時時在家庭群裡說出真相。如果1小時後沒看到，我會把錄音發給爺爺和公婆，並聘請律師向醫院申請醫療鑑定。到時候王婷不僅是撒謊，還涉嫌故意延誤治療。我還會把她買奢侈品不救媽的證據發到她老公客戶群裡。我不好過，你們誰也別想好過。即使現在這是戰鬥前的最後一餐。時間1分1秒過去，姨父那邊沒有任何回復。我知道他正在經歷天人交戰，可能在跟王婷商量或者爭吵，無所謂，我的耐心很好。是家庭群的新消息，來自姨父。長文第一句就是：我對不起大家，是我和婷婷欺騙了所有人。魚兒上鈎了。姨父的長文像深水炸彈，他承認了王婷的謊言，承認病情惡化與我無關。好啊，把我們當猴耍！王建國，你還是不是個男人？为了你那個女兒，連臉都不要了！王婷，你立刻給我滾出來！你對得起欣欣嗎？我們湊的20萬是不是拿去還你的債了？天哪，婷婷你怎么會變成這樣？太可怕了，心腸太壞了！我們真是看走了眼。爸，你瘋了？為什麼要這麼做？你想逼死我，讓我老公跟我離婚嗎？劉鑫給你灌了什麼湯？你們所有人都向着他，我恨你們！姨父沒有回復，最後是爺爺發話了。從今天起，我劉家與王建國家斷絕的所有嫁娶，再不往來。一錘定音，群裡恢復了死一樣的寂靜。欣欣，媽對不起你，我不該不相信你，我對不起你。媽，事情已經過去了，以後別再被人當槍使了，挺直腰骨活下去。我不想再聽他的道歉，
有些裂痕永遠無法彌補。我的戰爭結束了，但王婷的戰爭才剛剛開始。第二天周六，一個貴氣的一連串8的陌生號碼打了進來。是劉欣小姐嗎？我是葉凡的母親，想核实關於我兒媳婦王婷問你借錢的事。他不是問我借錢，是逼我賣房給他母親湊80萬。他自己開奔馳住豪宅，1毛不拔。他還撒謊說他母親病情惡化是我的責任。那塊卡地亞手表怎么回事？逼我賣房前1星期，他剛曬了您兒子送他的12萬手表。有錢買奢侈品，沒錢救媽。我明白了，我還聽說王婷在外面欠了很多債。這個我就不清楚了。我當然知道，但我要讓他自己去查，自己查出來的真相才更觸目驚心。刘鑫，你到底想幹什麼？你是不是非要把我家攪得天翻地覆？你跟我媽胡說八道了什么？我胡說？你老婆怎麼對她親媽的，你自己心裡沒數？你給她買12萬的手表，她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債，拆東牆補西牆，你不知道？你老婆是什麼樣的人，你比我清楚。你家的事我沒興趣。如果王婷再來騷擾我，我不介意把她算計親媽的錄音發給你公司所有客戶，讓他們欣賞下葉總的賢內態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管好你的老婆。王婷的末日快到了，她引以為傲的婚姻和靠山正在崩塌。聽說葉凡母親收回了財政大權，查出王婷欠了將近100萬的債，葉家直接炸了。劉欣姐，樓下有位叫王婷的女士找你，她說你要是不下去見她，她就衝上來。我知道了，讓她等着。王隊，大廳裡現在有個女的情緒可能不太穩定，麻煩你和2個兄弟盯着點兒，如果她有任何過激行為，立刻控制住。好的，放心。刘鑫，你这个你毁了我的一切！你把录音给我婆婆，害我被全家骂，害我老公要跟我离婚，你现在满意了？第一，我没毁了你，是你自己的貪婪和謊言毁了你。第二，你婚姻破裂是因为你用你老公的錢在外面養小白臉，還欠了一屁股債，你覺得他能忍？你胡說，我沒有。有沒有你自己心裡清楚？你婆家的人比我精明多了，你猜他們查不查得出來？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，這裡是我的公司，不是你撒潑的地方。你現在立刻從這裡消失，否則我不僅報警抓你，還會把你剛才做的事兒拍成視頻，發到你兒子小學的家長群裡，讓所有老師和同學家長都看看，他有一個什麼樣的媽媽。你好毒，彼此。王隊，把他請出去，如果他再來，直接報警。我知道，我和他之間徹底結束。你姨媽的情況越來越不好了。ECMO 每天都在燒錢，周家交的那30萬很快就見了底，醫院又開始催款。這一次再也沒有人來找我了。王婷的婆家徹底撒手不管，他們只關心一件事，就是讓王婷還錢。那套寫着她和她母親名字的房子，800多萬的房子，為了快速出手，只賣了750萬，還掉銀行貸款和各種債務，還掉婆家的30萬。王婷去找過大舅二舅，跪在他們家門口求借錢，但這一次沒人再心軟了。爺爺的話像一道鐵律，誰也不敢違背，也沒人願意再被他騙。欣欣，那你姨媽她……媽，我說過她的事兒與我無關，她是死是活都是她自己的命，也是王婷的選擇造成的後果。欣欣，你姨媽走了。我知道了。葬禮你去嗎？到時候再說吧。我不恨他，只是無法再愛他。我望着他這般卑微慘烈，分不清是懺悔還是不甘。我沉默，未曾伸手。不再看他，我轉身走出壓抑的房間。雨停雲散，微光灑落，豁然釋然，一切終已落幕。半年後，姨父把10萬塊錢打到了我的卡上，還多打了2萬，說是陳家欠我的。我收下這筆錢，重新裝修了房子。每天下班回家，我泡杯熱茶，坐在落地窗邊看書。這個用血汗守衛下來的地方，終於完完全全屬於我。我順利升職加薪，成了最年輕的設計總監。我和我媽的關係有了微妙改變，開始學會尊重我。聽說王婷找了份超市收銀員的工作，住在地下室裡。我失去了很多，但也得到了更多。從今往後，我的人生我做主。